明明調料都一樣，你拌菜拌面就是没有飯店的香，關鍵就差在油上。今天我就把我家廚房最常用的2款油，豬油和紅蔥頭油一次教會你，不管是涼拌還是煮面，只要放上1勺，立馬香上好幾倍。紅蔥頭油其實是我這2年才開始做的特別多的，前些年我都做蔥油。自從我發現了紅蔥頭這種東西之後，我就把這個完全替換掉，比傳統的蔥油更香。它可以做紅蔥頭油和紅蔥頭酥，不管是用來拌飯拌面都特別好吃。但是我一定要说，不要用洋蔥啊，差很多意思。它其實有點像蒜，外面還有一層皮，要把它去掉。接着我們就要來油炸了，在油炸之前，先講清楚料油的基本原理，就是利用油脂緩慢升溫的過程，将香料食材當中的芳香物質萃取出來，並且搭配上美拉德反应，讓它獲得复合的香味。那麼你就可以举一反三了，你可以通過調整油的配置和其中料的配置來獲得不同的风味。比如我們之前做過蔥油拌面的蔥油，椒麻雞拌面的花椒油。冷油一定要后放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控制量，加到大概平齐，我们開大火。這裡有一個技術要點，不要用硅膠鏟去攪拌，每次用硅膠鏟就會產生大量的泡沫。前期由於蔥頭當中含有很多的水分，所以它會很快的沸騰，這個時候的油是很渾濁的，就可以轉成中火。你看現在這個狀態，看着就像是熬一鍋粥，糊裡糊塗的。很多人就覺得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失敗了？沒有，你別急，現在這個是必經階段，可能要持續15到20分鐘，一定要不停的推它。本身蔥頭當中它有一些比較黏的那種成分，容易粘鍋。隨着你油炸的進行，這個油變得越來越輕，這還沒好，繼續炸，炸到微微泛黃就可以關火了。大家現在看這個油很清澈了，對吧？接下來把它放到一邊去保存吧。注意一下，微微泛黃的時候就要關火了，否則焦了。你看我現在這個狀態，我覺得是剛剛好的。還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什麼時候用這個料油，我這麼說吧，除了甜品，你的菜譜裡面看到的所有用油的地方都可以用它去替換。包餃子餡或者包包子餡的時候，我跟大家說啊，放點香油進去，這個時候你把香油換成這個料油，絕殺。就它其實應用場景是非常廣泛的，不太推薦大家用豬油去熬這個，因為用這個的場景更多的是用在涼拌上。那豬油放進去之後，在常溫下也會凝固，這時候你想要涼拌的話，就會有點麻煩。蔥頭酥比較多，我就把它過濾出來。平時我們拌飯拌面的時候放點進去，哇靠，不要太香了。紅蔥酥一定要晾涼之後再密封保存。接下來我們做豬油，有段時間都說豬油不健康，現在又有科學研究證明說豬油還是要經常多吃。雖然它有比較多的飽和脂肪酸，但是因為它本身還有比較多的維生素，而且它煙點比較高，炒菜是不太容易焦的。平時和我們的植物油混合着吃是很好的啊。我今天選的是板油，它的特點就是出油率高，但是它的油渣難吃，只配去餃子餡之類的，增加味道。要說好吃的油渣，還得是雞冠油，可惜現在我這邊不太容易買得到。豬油我們就把它切成麻醬塊，盡量切均勻一點。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這種說法，說刀工什麼沒有意義，其實刀工是很重要的。在古代那種燃料很急缺的情況下，很好的成熟，節約燃料。第二是保證它的成熟度一致，同時下鍋的大塊的肯定就要比小塊的不容易焦。那小塊的如果你先炸焦了，那整鍋油就壞掉了。切成這樣就可以了，大概4斤左右。所以想想看，燙在身上的那10斤肉得是什麼樣的誇張程度？我們要冷水焯一下水，因為焯水的過程當中血沫血污給去除掉的。放點蔥薑，放點酒，焯水的過程多攪動它一下，這些碎末它等會兒就容易炸焦。洗一下也是可以的啊。蔥也不要了啊。接下來就是大家最關心的水熬還是油熬。我的評價是無所謂，我也直接就是乾熬了。看一下底下是沒水的啊。乾熬就有一個點要注意，勤翻動，粘鍋就會焦。用不粘鍋就完美的避免了因為粘鍋炸焦的問題。這時候我是猛大火，直接熬油，還有一個好處，出油更快，時間特別節省。要想要油白，一定要在微微發黃的狀態就把油盛出來，因為這個時候油啊是比較清亮的，比較乾淨的。過一會兒它就黃了，到時候作為對照，我們還會有另外一鍋油渣炸到有點金黃色了，這時候我已經關火了，再舀一點出來，你看這個顏色對比很明顯，對不對？這個只是炸到金黃，還沒有焦黃呢。不拿搪瓷缸裝的豬油是沒有靈魂的。這個油渣只配做小孩那種，我喜歡吃東北靠三樣裡面那個油渣，那個可真香啊！這個油裡面啊，放點黃豆啊，放點花椒啊，什麼都是可以的。據說是防腐，但我覺得也可以增加一點香味。油渣我們也找一個容器放起來。如果是上面比較油的話，不要用塑料的容器，因為塑料的容器它容易和油發生反應。這個也要放涼了再蓋蓋。血修來了啊，我們直接把它裝到耐高溫的碗裡，把它放到烤箱當中，180度。烤了20多分鐘，翻一下面，沒炸過的再翻到上面來，再進去烤20分鐘，滋滋往外冒油的感覺。現在我們一共烤了40多分鐘。其實這個方法是很簡單的，不用管它，你放到裡面讓它烤就好了。我們再烤20分鐘看一下，我們烤了1個小時，它效果很好，這個油很清亮，我們跟剛才的油比一樣，一看這個就黑了。這兩個油渣比一下，右邊是我們油炸的，左邊是烤箱烤的。缺點是出油率稍微低一點，好處是它比較白，而且不用管，不用看火候，直接往裡一放烤就行了。這個是我們用烤箱做的，也挺好的，看出來嗎？
哪个白？这个最白。就没有任何异味。从口味的角度上来说，我更喜欢这种颜色深一点的，好香啊！我天哪，这种白的就只能说好看，但是不好吃。自己在家熬的话呢，我推荐大家还是稍微颜色深一点。你们在家里用出油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用勺子一挖，倒下来的时候它就粘在勺子上，拿这个鐵勺子用火燒一下，這樣挖，挖完之後，你看它就不會粘在勺子上。好吧，我們今天就簡單錄到這裡。兩種油在日常生活中都是非常非常常見的，家裡如果有條件的話就做一點，炒菜啊什麼都很方便。行吧，那麼就到這裡，拜拜。